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张新成大方承认喜欢郑爽，看到谭松韵的表情，这对 CP 还磕吗？最近芒果的一档儿童节目《奇妙小森林》的热播吸引了很多观众的视线。作为这一档节目中的常驻嘉宾，张新成、郑爽和谭松韵等人也是十分的有看头。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郑爽已经恢复了单身，而张新成和谭松韵最近也是合作了一部新剧《以家人之名》。这三个人的关系让很多磕 CP 党的粉丝觉得非常有看头。最新一期节目中，深夜火锅变成童年爆料大会，张新成在镜头前爆料自己喜欢的类型。对于张新成这么勇敢的爆料，谭松韵也是一脸吃瓜的表情看着张新成说：“那个时候就有类型了。”观众们看到这一刻的谭松韵，八卦之心熊熊燃起。看谭松韵的语气，这对 CP 能磕起来了。只听见张新成接下来说道：“我特别小的时候就会觉得比我大10几岁的姐姐好好看，小时候就觉得姐姐很好看，所以张新成是喜欢姐姐类型的女生。可这怎么感觉有点耳熟呢？看看在场的2位女士，似乎谭松韵并不能算得上姐姐的类型，而另一位郑爽则妥妥是个姐姐啊。”一旁的吴奇隆听到张新成一直在说喜欢姐姐的事情，也忍不住开始撩拨张新成关注自己身旁的姐姐郑爽。听了吴奇隆的话，很多网友开启了吃瓜模式，这可是个送命题场景啊！回答的不好，分分钟会被郑爽的粉丝骂得狗血淋头。当时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张新成沉默了一会儿，可能在思考应该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才能保住郑爽这位姐姐的面子，又不伤粉丝们的心。思索了好一会儿的张新成直接对着镜头大方承认自己喜欢郑爽这位姐姐，直言像这种人之常情的事情就不用谈了，担心自己没有表达清楚，又重复了一遍，喜欢郑爽是人之常情。话已经说出口了，不得不说张新成这个男生的情商还是很高的，这样的回答既保住了郑爽的面子，也没有得罪粉丝。但是对于等待张新成和谭松韵2人欣喜开播，想要磕他们 CP 的粉丝们就开始担心了，尤其是看到谭松韵的表情之后。在张新成大方承认喜欢郑爽之后，谭松韵脸上没有丝毫难过，反而是一副与我无关的吃瓜表情。看到一脸笑嘻嘻的谭松韵， CP 党开始犹豫了，这对 CP 还磕吗？这2人看起来完全没有一点火花的样子啊。其实不用担心，张新成和谭松韵2个人的演技还是很好的，看剧照我们就能感觉到2人的默契十足。至于磕 CP， 我们理智的只磕剧内 CP， 不影响演员的真实生活，理智追星。看到《奇妙小森林》中张新成大方对着镜头承认喜欢郑爽的时候，谭松韵脸上的表情一副与他无关的吃瓜样子，你觉得会影响你磕这对 CP 吗？90花抢大花旦名额，杨紫迪丽热巴谭松韵冲奖，85花撑不起4旦双冰。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农村、扶贫、年代剧题材大热，像《山海情》《人世间》等电视剧热播，捧出了热依扎和樱桃2位视后，一跃成为了热门类型。85花赵丽颖在《幸福到万家》和《第20条》中出演了农村姑娘，以质朴的接地气表演得到了一致认可，还拿了百花女配。目前她是85花当中唯一在电视剧和电影圈都拿奖的，手上有金鹰和百花，可以说是底气十足。赵丽颖的经历十分励志，选秀出道当了多年横店群演，从演丫鬟开始，一步步成为大女主。在人气巅峰之时，赵丽颖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圈，开始挑战别的赛道，诠释很多有难度的角色。这种敬业和眼界，
特别让人折服。目前85花都在集体转型当中，拼命往电影圈和正剧圈挤。因为四旦双冰已是昨日黄花，目前线上的大花旦位置空缺，谁能成为下一个大花旦，那还是靠作品说话。目前来看，几位85花未必全能升咖。目前来说，他们比起早一代的80花，奖项和实际少了许多。80花当中，孙俪28岁就出演《甄嬛传》了，宋佳拿了影后和视后，还有作品多、口碑好的蒋欣，100亿票房的《白百合》，当年张柏芝、张静初等花旦在电影圈也是有作为的。80花基本上都有代表作，奖项也拿了不少。相比之下，85花虽然说有国民度，星光方面佳，流量一直很高，但是在奖项方面，前几年几乎是颗粒无收，而且作品大多是古偶美人，正剧角色出演的少，而现实题材才是真正考验演技的，观众会有现实人物做对比。业内人也不认为85花可以全员升至大花旦，那么就肯定会有空出的名额。圈内基本上青衣数量是不限的，正剧的题材太多了，青衣女演员不拼年纪、长相、身材，大部分都是像蒋勤勤、刘琳、梅婷、闫妮等，生活和工作分得很开。相对于花旦来说，当青衣的压力小许多，连网友也从来不对青衣演员指指点点，胖点丑点都无所谓。而大花旦则完全不同了，赚的比青衣多，时尚资源丰厚，而且代言也特别富裕，各方面都会受到关注，自然付出就要多一些，不退圈就要身材管理，另外还要保持美貌，有自己的星光，而且还需要奖项加持。如果85花升大花旦只有2、3位的话，其他人又拿不到奖，作品播放又一般，那么空出来的位置90花就有机会了。走花旦路线的杨紫、迪丽热巴等女星很有可能弯道超车。其实90花已经有一位超车了，就是咖位超过85花的3金影后周冬雨。她只要不作妖，哪怕这几年作品少，也可以坐等升大花。杨紫作品比较多，星光这2年也上来了，但还欠缺一个奖稳住咖位。而迪丽热巴的星光是90后最多的，天生的女明星魅力。不过她的作品题材有一点单一，种类还得拓宽一点。90花当中还有黑马谭松韵，她的作品收视成绩好，再接几部正剧也有冲奖的机会，外形比较讨喜。星光差了一点。另外还有异军突起的陈都灵，气质方面在90花中算数1数2，这几年演技也提升了，算得上刻苦的典型。不过他还缺少一番的代表作。李沁是走青衣路线的，他演了不少正剧，出道又很早，之前一直被业内看好。他早年的角色很有那股清冷倔强的劲头，古力娜扎的美貌是顶级的，只要演技方面再好一点，当大花旦是很容易的。她是深度好文计划潜在的红毯女王。90花里面最可惜的是吴倩、周雨彤，两人一出道就惊为天人，都是小白花的顶配。吴倩如果没有隐婚生子，好好打拼事业，现在肯定是一线小花旦了。她早前是很有灵气的，而周雨彤早年有那种韩剧女主角的清纯，后来想不开过度减肥，现在她还是美帝，只是不如胖的时候吸引人。现在主要在职场剧演天选打工人。李一桐长相甜美，演技也好，但就是观众缘不行，好多观众记不清她长什么样子。鞠婧祎有点厉害，她的女粉丝数量多，硬生生拼成了流量小花。可以说90后最有事业心，而且头脑聪明有规划的有3位。杨紫最早从小青衣转到花旦路线，当了顶流后开启时尚之路，努力为当大花旦铺路，现在又打算靠作品冲奖，是十分有智慧的。陈都灵电影主角出道，起点高，但是资源跟不上，演技受到质疑后，就自己去郝蕾的培训班学习，四处打工演白月光磨练演技，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居静一起点最低，爱豆团体出道公司资源一般，硬是凭自己的勤奋打拼出了一片天。别的90后女演员大多是按公司规划路线走，自己能接到什么戏就去拍什么戏，没有想过未来规划。女演员还是要靠角色说话，能冲击奖项是需要底气，流量都是一时的，而扛剧能力才是关键。85花虽然各有质疑声，但他们都有自己的扛剧能力，所以才能红这么多年。他们同期的男明星大多没落了，只剩下一个胡歌，因为胡歌能扛起来收视，扛收视需要好的剧本，演员有扎实的演技功底，导演有一定的水平。其实不管是主旋律题材，还是古偶这类作品，收视率是相当重要的。好不好看是主观的，但没人看的话，投资方是要赔钱的。影视圈不管哪个资本要捧的明星，一定是能带来收益的，才能产生良性循环。估计再过5年左右，新一代的大花旦就出来了，相信未来影视圈可以欣欣向荣。欢迎留下你的看法和观点，与我们一起讨论。